嘿，我是阿西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，我简单自我介绍。我的频道围绕着人性与情感，并且我永远只会尝试向你传达我亲身体悟的真相，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分析，也不会跟你研究哲学、心理学。因为分析到最后，然后呢，你仍旧活在梦里。我不是来陪你探讨梦的，我是来叫你起床的。如果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那么我们进入今天主题。据说这是排名前10的感情问题，你是否曾经也有这样的困惑？为什么喜欢一个人反而对他冷漠，不敢靠近他，变得不像自己？其实很多人都知道，只要你发现某个人，他对每个人都很开朗，唯独面对某个特定对象，他就会变得非常沉默，根本不像平时的他。甚至原本很幽默的人，此时也会变得非常无聊。那么很大可能，对方就是他喜欢的那个人。这个奇妙的现象发生在很多人身上。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故事。曾经有一位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神秘学家阿西波迪利，他发现很多人，包括他自己，一旦对某个异性产生兴趣，就会产生得失心，就会开始无法做自己，就会开始不自然。所以毫无办法的情况下，他只好选择让自己远离这个异性，这样可以避免让自己出错，也可以避免让对方讨厌。但是他不甘心，他认为一定有方法可以破解这个局面。于是他开始这样一个实验。首先，他将2只老鼠放进一个笼子里面，并且准备了充足的食物。对不起，念错稿了。首先，他无视心中那份紧张，尝试靠近那一位他超级喜欢的女孩，并且试图和她说话。最后的结果是他发现，无论他如何的努力，如何的鼓起勇气，他仍然表现得像个笨蛋，他仍然紧张而且不自然，看在对方的眼中也觉得他很奇怪。所以第1次的实验失败了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开始了第2次的实验。这一次在他行动之前，他不断地告诉自己，她是我妈妈，她是我妈妈，她是我妈妈。结果这技巧奏效了，他发现他不会再紧张了，他可以轻松地和她对话了。可是正当他以为他终于找到了破解这难题的方法时，问题又来了。因为即使他不断地暗示自己，她是我妈妈，她是我妈妈，心理上虽然消除了紧张感，可是在实际的相处过程当中，他看着对方那充满诱惑的长相，那充满魅力的身材，他发现他无法淡定了，全身的欲火都在燃烧他，满脑子都想要占有对方。所以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他又失败了。第3次实验也是最后一次，他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为什么这么狂热？对方令我执着的原因是什么？于是他开始观察对方，从头到脚。首先是头和脸，早上睡醒时，眼睛和鼻子有分泌物，再来移动到腋下，当他流汗时，那个位置或许再来往下到肚子，里面装着的是排泄物，再继续往下到脚底，鞋子脱了以后，也许他的脚有异味。最后的最后，他开始想着这个皮囊底下装着同样的血与肉。在那一刻，他清醒了，原来他和我一样也是普通人，他上厕所也要脱裤子。突然间，迷恋消失了，他觉得一切都很轻松，他再也不觉得对方很特别。现在的他已经很自然地和对方交流，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普通人，接触时已经没有紧张的感受。一个平凡人怎么会执着另外一个平凡人呢？他嘲笑着过去的自己。后来因缘际会下，他们有了一个合作项目的机会。在这过程当中，女孩发现了他的优点，并且心生好感。最后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，谈了一场恋爱，并且于3年之后分手，故事结束。所以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从头到尾你的迷恋其实只是来自于你对另一人的不了解，以及陌生的新鲜感而已。你头脑对于另一个人的幻想越多，你就越是不敢靠近对方。你对对方的了解越少，你的自卑感就会越重。你真正恐惧的原因是来自你害怕被对方拒绝，你担心你表现出你的目的之后将会失去眼前的这个人，你只是想抓住某样东西，却没有放手的勇气而已。醒过来吧，想想我上面的故事，他上厕所也要脱裤子，当他脱下鞋子之后，他的脚……好吧，也许有人喜欢这种东西，那不重要。如果你照着这个方法做，大概有87%的几率，你将会清醒过来。
最后，我想鼓励你，如果你从来不想抓住任何东西，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令你恐惧。所以下次当你遇到相同的情况，你该询问的不是如何得到眼前这个人，而是应该问你自己为何如此需要得到这个人。如果你真的喜欢，难道不能只是单纯的喜欢？为什么一定要占有呢？为什么这么害怕失去呢？况且更多时候，当你走近看清对方之后，往往就是你幻想破灭的时候。你去问问那些已经结婚的人，他们会告诉你答案。所以你必须先去看看那背后正在燃烧你的东西究竟是什么。当你看清的那一天到来，你将会明白，一切都是你和你自己的头脑玩的一场梦幻游戏罢了。那就祝福你咯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先说到这里。未来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再说更深入的东西，但前提是你已经明白了我所想要表达的东西。今天的内容如果对你有用，就拿去做参考；如果对你没有用，就把它丢垃圾桶吧。不需要认同我，你必须走出你自己的路，你才是自己的老师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有任何疑问，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作为下一期参考的内容。爱你哦，敲。